大家好，我是吴艺兴。这个单元呢是要讲一下说自由恋爱呢，在当时的殖民地台湾是怎么样被讨论的，还有文学中怎么去描述自由恋爱。那在上个单元呢，我们有讲到，就是这个自由恋爱这个观念被当作非常现代的观念，然后被引进了日本，那也影响到了中国。那本来呢是追求，因为本来这个自由恋爱是要反对从前的这个媒妁之言，强调个人能够去选择他们心爱对象的自由。可是呢，慢慢的呢，因为在当时中国跟日本都急需要富国强兵啊、强国保种的需要之下呢，自由恋爱这个概念慢慢就跟就是国家论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自由恋爱的目的呢，就是要结婚。那透过这个自由恋爱的结婚呢，才会是文明的，才会是圆满的。那因为有了圆满的婚姻，才会诞下非常好的后代，那才会支持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更加强盛。那同时呢，因为有了这样的论述，也变成呢，当中国啦或者是日本知识分子呢，他们慢慢的在讲恋爱的时候呢，变成不是在探讨恋爱本身，而是会牵扯到妇女的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带大家看一下，那当时呢，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呢是怎么样去讲恋爱的。我们都知道呢，在1920年代，台湾因为台湾因为各种的武力抗争啊，渐渐的被日本镇压哈，所以在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人转向政治上面的还有文学上面的一个就是改革运动，那也就是俗称的台湾新文化运动。那在这个新文化运动里面呢，最早期呢，就是有非常多的，因为当时的台湾人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所以都会到日本去留学。那这些东京的留学生呢，以他们为主体呢，就开始掀起了这个新文化运动。那他们在讨论新文化或是进行文化启蒙，他们各项措施的时候呢，恋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来看看彭华英他在当时的台湾青年上面有刊载一个台湾有妇女问题吗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那里面就有讲到说，我们必须承认女子的人格独立，使其从长期的压制呻吟中解放出来，接受必要的教育，尊重男女两性的自由意志，大力鼓吹以恋爱为基础的自由结婚乃当下的机务。那其目的是要分担改善途中的我们的任务，对民族发展、人类社会进化极为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开始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呢，在讲到这个恋爱议题的时候呢，它也是跟妇女问题还有国家问题绑在一起的。那紧接着呢，在那个1922年呢，谢春木他以追风为笔名，在台湾发表了一个日文的小说，叫做《他往何处去》。那这一般认为是台湾非常早具有这个现代小说形式的一篇作品。那这个他往何处去里面呢，也同样就是讲到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她在家里呢等待着她媒妁之言的这个未婚夫来娶她，但是她未婚夫因为到了日本接受了新式的教育，所以他也觉得自由恋爱还有恋爱结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呢，他在日本也认识了一个同为留学生的那个台湾的新女性所以他就回来跟这个等待他的这个未婚妻说，我们这样子的婚姻是不对的。我那个就是你应该知道这样子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分手吧。那这个等待未婚夫的女性呢，一开始大受打击，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抛弃我？但是后来呢，经过她的亲戚的这劝说之下呢，她也觉得说，对我们这个女性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自由恋爱，我们要又透过恋爱结婚呢，这样子呢，我们的社会才会向上，文化才会开化所以她也决定说，她也要去东京留学。所以这是当时一个非常就是对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对恋爱观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个小说。那但是从这个小说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变成是说尽管是说恋爱，但是掌握恋爱诠释权的，通常都是男性。男性会告诉女性你该怎么恋爱，你应该怎么样才能是有完美的结婚，那女性是比较被动的那通常当时日本的就是一开始在台湾新文化运动里面一开始的这个文学作品有很多这样子的描述也就是说恋爱是男人谈的，那女性为了国家民族要更加自我充实不能为了就是那个自己的风花雪月而影响了这个国家大事。好，恋爱
问题呢，渐渐的发展到说，恋爱总是跟婚姻自主啊、一夫一妻制等恋爱制度改良的问题密不可分。然后他虽然主张是出于个人意志的自由恋爱，但最终呢，他还是作为理想婚姻进步家庭的前提。那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恋爱是脱离婚姻制度的恋爱，都是野蛮的、比较文明的，不能称叫做真正的自由恋爱。哦，那到了20年代的时候，习周啊这些习周他甚至有讲到说，女性呢必须要达到恋爱婚姻，必须要有经济与精神上的自立，要有对于人格的认识和个性的认识，以及作为国民的母的认识。那连温卿也这样讲啊，他说如果没有透过这样恋爱结婚的话呢，结婚就只是宛如妇人为保障自己生活的一个职业，就是教育也仿佛是为保障这个职业婚姻而设的。那女子在现代社会上表面上是很被男子尊重的样子，其实这里面是用金钱去衡量的，因此才会产生离婚、自杀、骂淫、私娼等种种的问题。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讲到恋爱的时候，都会跟这些非常严肃的这个议题、社会的问题社会问题或国家问题就是牵扯在一起。好，那到了张我军出来后，就是他也受到楚川白春的影响，然后去歌颂那个就是恋爱是至高无上的哈。好，所以呢，就是到20年代为止呢，这个就是台湾知识分子对于恋爱的这个讨论呢，比较是停留在结婚前的男女恋爱应该是如何，然后他怎么样迈向婚姻哈。那很少进入到对婚姻的关系或家庭的关系的讨论。好，似乎恋爱的一切终点都是指向婚姻。好，那渐渐的到20年代末期、30年代的时候呢，又出现新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呢，大家慢慢就是觉得这些新知识分子觉得恋爱是很重要的，但是慢慢发觉，如果你经过恋爱跟结婚呢，但是你在结婚的时候，同样会有一个关卡，也就是聘金的问题。那变成是说，那个你今天要结婚，或者是你要谈恋爱，知识分子慢慢发觉，好像是你要有点闲钱。你是要那个就是中上阶级的你才有资格去恋爱，才有资格去做就是去进入婚姻理想的婚姻所以呢就是他们慢慢也发觉到恋爱的这个幻想其实是有它的矛盾存在的恋爱一开始是想要说我们要文明向上，文化向上但是后来发觉这个恋爱好像又在台湾社会又跟就是这个金钱啊有一些绑在一起那这个就造成了就是那个恋爱有非常多的这个殖民性啊、现代性啊，各种的东西纠葛在其中。好，那尤其是呢，本来呢这个新知识分子提出恋爱呢，是要对抗旧的那个文化，但是呢又变成你今天是说，我们以前的这个媒妁之言啊，或以前的恋爱观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接受新的这个恋爱文化。但是如果我们又太过接受新的恋爱文化的时候呢，好像又变成是说我们赞成日本带给我们的现代化。所以当时日本新知识分子呢在讲这个恋爱的时候，总是非常的纠结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迈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台湾自己的道路既要反对旧的，但是又不能太等同于日本带来的新的东西所以就是都这些种种的论题，我们从他们对恋爱的讨论之中呢也可以看到。那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叫做彰化恋爱事件也就是当时呢，就是带领台湾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呢，它在底下也成立了一些妇女的团体。那其中呢，就是在彰化的这个妇女共进会呢，它里面有几个就是女学生呢，后来呢私奔的事件那虽然呢这个后来是有抓回来这些为爱冲昏头私奔的少男少女但是呢也就引起了就是报章杂志上的一片讨论那台湾呢旧的知识分子呢觉得这是不对的，那有那个那日本人呢也开始介入这个场域说你看就是因为台湾文化协会啊你们乱搞，因为日本政府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来说，他们是很担心台湾文化协会在台湾做的这些事情，然后会怕台湾文化协会会影响他们的这个统治的正当性所以他们也就是掺进来说你看嘛，就是你们台湾文化协会败坏风俗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在台湾讲到恋爱的时候，它是更加难的因为它就是在台湾它有种种的问题在其中。
那同样的呢，在当时20年代末，然后到30年代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在台湾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又开始出现了非常多关于恋爱的讨论。那这些恋爱跟之前的我们讲到追风的他往何处去又不一样了，他们大多数呢都是讲到三角恋爱，就是说他们主角会是一个男性，他会不晓得我到底要选择的是新女性呢，还是呢我要选择的是传统的女性。这是男性的方面，那也会描写到女生呢，会想说，我今天呢要选择这个很有志向但是很穷的青年，还是我要选择那个很有钱但是一个草包的人。所以在当时呢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就不停的出现这个三角习题，那其实也象征了当时殖民地的这些青年，台湾的文学青年呢，他们面对这个日本带来的现代性的时候，有多么的难以抉择，那多么的艰难这样子。好，那还有当时呢，在我们文学作品里面，常常会看到他们提到一个日本的戏剧，日本的文学作品，那后来也改编成戏剧在台湾上映，叫做《金色夜叉》。那里面也就提到了，金色夜叉里面的女主角呢，她就是后来为了钱，然后放弃了原来跟她非常青梅竹马的这个男性朋友，然后这个男主角呢，他就非常生气，然后就变成那个金钱的这个，就是为了金钱，那他就变成去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回来要向这个选择金钱的女生复仇。那对当时的这些台湾那个知识青年来说，哇，看到这个就觉得充满了共鸣就是我们不停的也是面对了日本带来的这个殖民地现代性，然后我们要面临这个选择就是这么的艰难所以当时就常常会提到这部有名的作品。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是刚刚讲到了这个殖民地里面呢，就是自由恋爱是怎么被讨论，还有怎么被形容的。那我们最后呢，想要请同学们先想一想因为当时的这个日治时期呢，都会把自由恋爱跟婚姻绑在一起。那到了就是21世纪的现在，你觉得恋爱跟结婚是必要的吗？你想一想，就当时它是这么的一个很大的论述。那对我们现在来说，好像恋爱已经是很自由了，但是它是必要的吗？那为什么呢？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会不会是家长带给你的偏见呢？还是国家给你的寄望呢？还是你自己个人所好呢？可以去想一想。还有呢，你也去想一想，那当时的人呢，这个恋爱甚至是会跟生命就是跟生命攸息相关的那在21世纪的现在，你觉得理想的恋爱或理想婚姻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那最后呢，再想一想，在日治时期大家都这么的倡导自由恋爱。好，那我们现在也觉得好像恋爱是刚刚问了助教配业跟导演庭旭大家会觉得说不出所以然，但是总是来个恋爱也不错。但是现在恋爱已经算是自由了吗？那有或没有，你都会觉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当今我们对恋爱现在这样的观感呢？那想一想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同学。